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曾经全球最强出口国的中国，竟然已经走到了内外皆崩的临界点，出口崩盘，内需瘫痪，债务要不回来，对策一个比一个无效。在中美关税战重燃战火的7月末，中国纺织业利润暴跌 8.1%， 全国工业利润下滑 1.8%， PPI 狂跌至负 3.6%， 350亿美元外债收不回。浙江一省一周连开4次紧急会议，这不是短期波动，这是一场国运级别的坠落。7月27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悄悄丢出了一组惊人的数字：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.8%， 纺织业利润直接暴跌 8.1%。这不是小行业的边缘波动，而是中国出口产业链的支柱之一，纺织制造业正在垮塌。2024年同期，这个行业还在狂欢，1至6月利润同比增长 19.2%， 1年之后直接被打回冰点，整整拉了27个百分点。浙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，数据显示，纺织品和服装占中国对美出口的 17%， 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商品占比高达 28%。 现在美国一个关税下场，直接打穿中国制造的软肋。川普4月提出对等关税后，浙江省一把手、二把手，一周连开4次会议，试图挽救暴跌中的出口，但结论无非3招：拓展海外市场，靠“一带一路”救火；出口转内销，指望国人买单；发展电商平台，幻想在拼多多和抖音上解决1000亿级订单。这些办法说白了，连缝都补不上。北京方面最爱讲的口号是出口转内销，扩大内需，听起来像个万能解药，但这套说辞早就在现实中脱产。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出口转内销根本行不通，最大问题是中国人买不起。想一想也很简单，中国老百姓在高房价、高贷款、高消费贷压力下，早就透支到连鸡蛋都要挑特价买，他们能撑起什么内销市场？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，2025年1季度，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 65.3%， 再创新高。而平均房贷余额超63万，年收入不足10万，一个普通打工人要背35年的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的中产已经失去了消费能力，底层则连生存都困难，哪还有什么内销市场？另一组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是，中国2025年6月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负 3.6%， 是2023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，连彭博社都看不下去，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整个中国工厂都在亏本卖货，恶性竞争，血拼价格，一边拼命卷，一边赔钱吐血。别说利润了，能活下来的已经是奇迹。而这场崩塌还没有尽头，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双重地狱：一方面，美国市场失去，出口订单断流；另一方面，国内市场枯竭，卖给自己人也没人买。结果就是订单消失，库存爆炸，资金链断裂，利润化为乌有。有些商人想聪明一点，走第三国出口，绕过关税，比如从越南、柬埔寨洗产地，假装不是中国制造。但对不起，这条路也快被美国掐死。中国通过周边国家转口美国的想法，以后一定会落空。因为美国早已与周边国家开始重新签署更强硬的贸易协议，从源头把控供应链。例如7月27日，美国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，被称为史上最大协议。同期，美国还与日本、菲律宾、印尼、越南、英国完成了贸易框架，唯一没搭上船的就是中国。这一系列协定几乎像是在为围堵中国量身打造，中国商人陷入进退两难的死局。
有人在社交平台留言，库存压得喘不过气，客户要降价，原材料还在涨，真的是死局。有人哭诉，打算转厂到泰国，结果工人难招，设备不合规，走不通。甚至有跨境商人直接宣布退场回国，关掉公司，割肉止损。不是他们不想干，是整个系统正在塌陷。面对出口重挫、内需崩溃，中国官方打出的另一张老牌“一带一路”，如今也正陷入烂尾地狱。这个曾被吹上天的超级大项目，如今成了中国最大的债务黑洞之一。澳洲权威智库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5月26日发布的重磅报告《还款高峰期：中国的全球贷款》指出，到2025年，发展中国家必须偿还中国高达350亿美元的债务，其中220亿美元来自全球最贫穷的75个国家。这笔钱还不回来，中国财政就是个笑话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国家本身已经快连教科书和疫苗的钱都拿不出来了，怎么还得起这笔发展债？报告直言，这些债务已经开始严重侵蚀当地的医疗、教育和社会基本开支。中国成了高利贷大哥，还不上就烂账。国内的压力也一点不小。报告提到，中国正面临两难，一边是国际社会要他减免债务，一边是国内财政要他赶紧要回钱。怎么办？要不回来，烂账；要得太狠，被骂帝国主义；不给借新钱，项目停摆；继续借，那就是无限下沉。一带一路成了吞噬中国财政的大黑洞。债这个字已经成了2025年中国最敏感的金融词汇。不仅是外债烂尾，中国自己国内的债务危机也开始炸锅，尤其是地方政府债。据中诚信国际估算，截至2025年5月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超过70万亿元人民币，而地方收入却持续缩水，土地财政破产，房地产暴雷，大量基建项目都陷入停滞。一边是外债收不回来，一边是内债压得喘不过气，中央和地方已经快抢钱过日子了。6月以来，山东、贵州、云南、内蒙古等地相继爆出公务员降薪、教师工资延迟发放的消息。尽管官方辟谣，但群众心里都清楚，财政真的撑不住了。当一个国家连自己的编制铁饭碗都保不住，还奢谈什么对外投资、产业升级、消费提振？中国正在进入负循环，出口萎缩，税收下降，债务上升，民生紧缩，内需更弱，继续出口崩盘。这不是危机，是结构性溃败。更大的问题在于，世界正在悄悄将中国排除出全球主流贸易体系。2025年7月，美国与欧盟、日本、越南、印尼、英国、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签署新的贸易协议。这些协定有一个共同点，都绕过了中国，甚至在规则设计上刻意排除中国制造。例如，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提出原产地审查加强，对中国资助背景的企业设立更高门槛，对洗产地行为直接开罚。曾经靠代工和中转的灰色通道，在迅速被世界堵死。而这些国家为了得到美欧市场的准入，也在主动去中化供应链，从芯片到服装，从锂电池到汽车零部件，中国的角色正在被替代。中国正成为一个被孤立的经济体，这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减少，而是话语权和存在感一起塌陷。面对这一系列冲击，中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严重性，但问题是，它不能退，也不能改。要是对美让步，等于承认失败，打脸极重；要是继续硬扛，代价则是整个制造业和经济体系的崩盘。中国政府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，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了，但又没有退路。一边是民企倒闭潮，一边是失业上升，
一边是债务危机，一边是信心崩塌。你问他怎么办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很多人以为中国今天面对的是一次中美贸易摩擦，是一个经济调整期，但现实远比这残酷。真正的问题是体制出了根本性裂痕。你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在极度不公平的分配结构下，极度压榨的制造体系中，还指望靠口号带动内需。你无法想象一个政府靠“一带一路”圈地收债，却在全球被孤立。你更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国家，连自己造的产品都没人买得起。美中关税战只是一个导火索，真正炸开的是北京方面自己种下的火药包。也许我们都太高估了所谓中国制造的抗压能力，太低估了全球对中国模式的反感与排斥。未来的日子，中国企业需要的不再是政策红利，而是活下去的勇气。别再相信那些反弹很快政策会托底的自我安慰了。这一次，中国真的危险了。